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《钢铁雄鹰4》啊。在上一集里面，我们玩了德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玩一下云南。中国统一战线崩溃之后，卢汉从其前任手中接过了云南的军政大权，随即不顾一切手段开始了现代化的进行。然而，现代化的代价极其惨重，社会腐败横行，民众陷入穷苦。因此，尽管云南有所增长，这一省份还是成为了反日情绪滋生的温床。他却浑然不知，仍然在具体事务上事事听从南京的摆布。而此时在昆明，在云南各地，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暗中谋划，意图在乱局之中将云南领向一条从未设想的道路。那么我们现在也就正式进入了1962年1月1日的云南。开局我们有两个民族精神，分别是待开发的潜力。中国的西南部有不少未经开发的矿藏，如果我们能找到方法开发这些矿藏，云南将成为大东亚共荣圈中微小却繁荣的国度。第二个是西南军队，虽然说名义上云南和贵州是两个独立政权，但这一点却并不适用于军队，因此云南越发收紧对贵州的控制也就不足为奇了。那么国策方面总共是有这么多的内容，没有资本的投入，也没有日本的关照，西南地区的人民必须自力更生，在这群山遍野中要伸张正义，创造秩序，谋求进步，只能靠我们自己。让那些维持稳定和推动发展的人物得到回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在任命要员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优先考虑他们，毕竟这是他们应得的。龙云的大名不仅响彻他的家乡云南，更响彻中国。云南王，坚定的抗战派，人民的父母官，他在不同的场合都收到过种种称号，却都随着他接受了伪政府的职位而化为乌有。这工作无关紧要，唯一的目的是让他的表弟卢汉政权合法化。过去的日子可不是这样的，想当初举国上下对日本侵略者义愤填膺，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现在农民们有组织地臣服在日本的铁蹄之下，不敢对现状有丝毫的怨言，到处都是战败的苦果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即使间谍和叛徒充斥着每个角落，武装的密谋者们仍然相信他们走过的老路，依然相信正义必胜，依然记得他龙云带着他们对抗可恶的侵略者。一种平静的火焰在西南燃烧。如果南京的汉奸和东京的恶魔拒绝倾听人民的声音，人民终有一天会点燃反抗的火炬。曾经有一场大火烧尽了危害云南庄稼的蝗虫，今后也要有一场大火，要把席卷中国的瘟疫焚烧殆尽。上天赋予了云南丰富的地下资源，但又诅咒云南不能把它们挖出来。投资者可能有很多，但最终我们还是要接受最高出价的人，只要能发财就行。谣言在云南没有容身之地，至少那些针对政府的没有。惩罚相当明确，而法院很清楚他们该做什么。贵州将和云南进入真正的统一，然而各式各样的游击队和抵抗运动也随之而来。从孙中山与蒋介石早已死去，但却仍然推动共和主义的国民革命军，到抢劫政府资产的山贼，从越南边境的中共残部到打着民族主义旗帜的护国军，县政府面临着许多棘手的事。假如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，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消灭这些叛匪。在云南的大山中隐藏着一个顽疾，这种行为是云南的污点，它除了扰乱我们的经济，威胁地主的生活之外，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作用。这一切都将到此为止。这一切需要的只不过是时间而已。在县政府的敌人中，中共残部在农民中的支持率是其他组织无可比拟的。摸清这些套路对云南的治安而言至关重要。现在是时候向这些地区额外派驻部队了。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，那么他们很快也就不足为虑了。云南和整个西南也会因此更加团结。在大部分中国军人的心中，一直都不幸地存在着民族主义、复仇主义，以及对日本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反感。这种不服从的情绪在我军不断蔓延，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。我们很快就能让云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忠于大东亚共荣圈。自从重庆被摧毁，国民革命军的秘密行动就一直在整个云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最开始我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像抢劫这样的小打小闹，但在获取了针对国民革命军的一些初步报告之后，我们才了解到这些叛乱分子在云南境内分布之广，实力强大。然而，如果我们现在就发动袭击，就能把叛乱扼杀在摇篮里，并一定能从这场可怕的考验中存活下来。现在我们所有能用的办法都已经用出去了，对付恐怖分子的力量已经不再锐利，警察和反恐部队的储备也终于耗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结束大部分针对叛乱分子的工作，
否则我们就有大麻烦了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闭上眼睛，心存希望。希望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，希望军队已经做得够多了，希望云南能幸存下去。我们所希望的只有这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局势将慢慢明朗。我们所知道的是，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不管它是否足够。同一支军队，同一个中国，同一个灵魂，那为何两省不合并为一省呢？其实我们两省的统一愈发不可避免，这个进程应该还是不要暴力推进为好，以免损害我们两省的友好关系。我们应该给贵州省现在的统治者何应钦一个位置，应该和他们合作，而非反对他。云南省和贵州省或许非常相似，但他们的经济却往不同的方向发展。经济一体化也许听上去很有意思，但为了共同繁荣，还是只在政治上合并，让市场调节经济比较好。很遗憾，贵州人民对即将到来的合并并不热衷，他们传言我们要奴役他们，直接向他们保证政府不会改变现行法律，将大大减轻人民群众的敌意，并保证两省合并顺利开展。不管他本人想不想，我们会给他名誉，但是他本人必须退休。名字也改了，广而告之了。要办的事就是正式宣布新政府开展工作了。现在云南和贵州不再是哥俩了。到了1965年12月22日，国家已经完成了非常多的国策，但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毕竟我们作为前重庆政府的人员，能活下来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没事喝一点普洱茶，吃一点云南米线就已经不错了。昆明是一座永不休息的城市，工厂夜以继日的运转，人民勤俭而消瘦，几乎没有人有机会纵容自己的贪婪、懒惰或者是食欲，因为整个大西南的未来正肩负在这些劳动者的身上。我们的省政府主席卢汉觉得自己干得真不错啊，因此他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。临走前，他给自己的表兄和老朋友龙云打了通电话。我想去宝山休养几天，在这期间政务可否交给你？没问题，你放心去吧，好好放松一下。卢汉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，努力总算有回报了，自己为云南和中国付出了这么多，想必放个小假也在情理之中。转身离开的龙云却准备着手开始实施他自己的计划。卢汉正拿着他剥削来的血汗钱在外潇洒，龙云则真心希望他能好好享受他的假期。毕竟他也没几天好日子能过了，他已经成为种中枯骨，他身边的那些人也将紧随其后。卢汉带着几分醉意闯进了省主席办公室，却没想到几根漆黑冰冷的枪管对着他。卫兵，把我们这位云南的救世主送出去吧，别整天想着教我怎么做事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啊，你不明白吗？对天发誓，我……满嘴抱怨的卢汉被护送出去了。咒骂自然就没人听了，龙云现在取代了他的位置。一排排部长像是接到命令般走进了办公室，所有老部下、老同志都向这位重回宝座的领导者致以最高的敬意，眼神再一次充满了活力。就此，西南王终于心满意足地抬起头，看向自己的祖国。在不久的将来，他就会收复中华，打碎奴役背叛铸成的镣铐，而第一步就是安内。今天历史的轨迹将被改变，中华大地也将天翻地覆。此等事态发展必然不会让大东亚共荣圈高兴。不过我们并非孤身一人，周遭的起义军会帮助我们抗击敌寇，其力量会决定他们能帮上我们多少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正式成为了中华民国护国军。宋朝时，名将岳飞背上有一刺青，上书精忠报国。他为大宋皇帝尽忠，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赐死。他已经成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标杆，如同辛亥革命之后的许多青年一般。当日本人入侵时，贯穿云南的滇缅公路是国民党的生命线，而龙云也召集部队赶赴前线，为中国而战。在这场抗日战争中，无数中国青年就是抱着朴素的爱国情怀而奋战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无关紧要，成为民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记忆。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，即使如此，中国也不曾投降。蒋介石退守重庆，稳固阵地，即使他在保卫重庆一战中壮烈牺牲，革命军依然转进各地，未曾灭亡。中国也不曾投降。南京政权认为自己是全中国的合法继承者，这大错特错。但龙云和国军依然会高举抗争火炬，朝着黄金黎明赶赴而去，如同古代的天命一样。为了在人民中获取支持，正统性至关重要，因此有必要巩固我们在人民眼中的正统性。
只要能将事实上独立的军阀争取到我方，光复中国领土，不对人民实行过度军事化的政策，我们政权就会更有正统性。只要节节胜利，完成战争目标，并能在打倒日本及其走狗的斗争中提升我军士气。此外，若能在占领区建立高度军事化的统治，我军士兵便可以更好地为战争做好准备。尽管还有其他势力在反抗他的统治，但他已经成功在省政府巩固了权力。现在是时候重新开始全民抗战了，绝不能再次让日本人继续在中国作威作福。日本的傀儡南京政府并不代表中国人民，从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到最底层的农民，无一不希望他们倒台。在云南的权力中心，全省的男男女女都大声疾呼要重新建立真正的国民政府。而这外国帝国主义势力还以解放压迫的名义占领中国，就像护国战争一样，龙云投身这场战斗似乎不太可能以胜利而告终。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望着天空，对他前辈的灵魂发出了一个伟大而可怕的誓言：蔡锷将军，我一定会让你为我而骄傲。我必须解放中国，不成功便成仁，唯有此矢志不渝。四川在我们和南京政府之间摇摆不定，我们不能让四川落入敌人手中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我国行政机构刮过一阵改革旋风，现在我们的预期十分良好，法律法规和政府计划都能得到更严格的执行。目前的势头意味着一个更有能力、更能将法律落到实处、更擅长管理我国民众的政府即将出现。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要由人管的时代。我们赢了，我们已经控制了四川。四川不仅是我们统一中国的关键，同时也是一片人口众多、资源丰富的土地。四川站在我们一方，能巩固我方作为正统政府的地位。我们不能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最终之战做好准备。真是伟大的胜利！西南的人民在这雷霆万钧的一天聚在一起。龙云做了最后的演讲，身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国家终于名副其实。大厅之外，自由地区都已经动员起来。一名士兵告别他的妻子和长子，一位将军检查了他的一份作战计划和后勤保障。工厂监督人员已经修正了炮弹的生产定额。西南和中国其他地方和我们结盟的势力都已经武装起来，准备奔赴沙场。我为这些中华儿女们感到无比自豪，就像祖国也因你们而自豪。前进，解放每一个沦陷区的同胞们！我们要驱逐日寇，把他们推下海去。但在他的脑海中，想法却和此有差异。这场战争要面对的敌人比40年前要先进得多，他们有人、有枪、有飞机，更不用说还有来自世界级列强之一的援助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中国要么为自由而战，要么被千刀万剐而死。日本人只会剥削他的祖国，直到榨干最后一滴油水。不，他几乎大，我们的第二次北伐将为自由而战。愿上天和勇士的精神为我们带来最终的胜利！中华民国万岁！那么看了一下时间，感觉今天这集也差不多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。那么我们的复国战争究竟能否成功呢？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说。大家再见。